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号，星期三啊，星期二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面对中国，北约站出来啊，欧盟要和美国再结盟。这是有几条新闻一起组合在一起，反映什么呢？反映现在的美国、中国、欧盟之间的关系啊。我先说新闻，北约12月1号发表一份名为《北约2030》的改革报告啊。报告指出，北约未来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及其军事崛起的态势啊。然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秘书长，中国崛起对北约安全造成了重大挑战啊，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说啊，并且呼吁各盟国对此问题达成共识。他说，中国正在大规模投资新武器，从北极到非洲，它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中国不同意我们的价值观，并且试图威吓其他国家。这是个蛮有分量的话啊。然后这份报告是一个号称智者的团体策划，包括138项建议啊。那么北约改革报告说啊，中国已经不是西方希望的良性贸易伙伴，它是这个世纪崛起的强权。北约必须适时应对，而应对的对策就是维持对中国的科技优势，以及保护电脑网络及其基础设施啊。报告尽管没有把中国宣布为对手，但是会考虑把中国纳入北约的官方总体战略文件，叫联盟战略概念。报告也建议北约外长们应该经常举行会议，并呼吁加强秘书长作为国际调解人的作用。那么报告还建议北约可以和澳大利亚等非北约国家建立紧密的关系，并且更加关注外太空的阻吓能力，因为中国正在发展太空资产。北约我们讲一下啊，北约还是要讲一下。北约全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啊，是北美和欧洲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盟，共同守卫这个成员国的国防安全。北约是1949年成立啊，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立啊。当时只有12个国家，就是美国加加拿大啊，再加10个欧洲国家啊，英国、法国、意大利、挪威、比利时、荷兰、丹麦、葡萄牙、冰岛、卢森堡。他当时只有一个任务，什么？遏制苏联。然后1952年是希腊跟这个土耳其加入啊。那么希腊通常会跟土耳其同时加入，因为它这两个国家是有矛盾的啊。55年西德加入啊。99年开始北约东扩啊，北约东扩就让这个北约和俄罗斯开始进入一个竞争态势啊。那么北约开始东扩啊，就像这个原来的这个华沙组织开始打开大门，成员国就一下增加到29个啊。最新的成员是2017年加入的黑山共和国啊。那么根据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公约啊，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进犯就是对所有成员国的进犯啊。那所以他们就会共同保护，它有个共同保护机制啊。和70年成立的时候相比啊，北约的边境向莫斯科方向推进了1000公里啊。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欧洲来说，俄罗斯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原因就在这里啊。那当然，这2年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北约出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因为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啊，那么川普总统也一直在
在北约的平台上表达对欧洲的不满其中主要是针对谁呢？主要针对德国那么所以北约就出现了一个像上一次开会是这个马克龙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出来说说这个马克龙出来说这个欧洲北约脑死一说这北约脑死这件事情，其实引起很大的反响那么这里面就北约的角色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他们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谁？就是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北约出来表态，北约出来表态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说北约它中间出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北约的方向到底是朝着哪个方向对于欧洲来说，北约的方向应该是俄罗斯；对于川普来说，北约的方向应该朝着中国。但是他们两个方向就不一致，当它不一致的时候，北约就无所适从。那么现在北约站出来说，我们应该朝着中国。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北约的总体战略上，欧盟和美国之间开始有共同的取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有另外一个新闻提供支撑，就是《金融时报》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向美国提出正式的建议，组成对付中国的联盟这份建议叫什么呢？这份建议叫面对全球改变的一个欧盟美国新提议它的内容包括呢，欧盟跟美国需要干嘛？冰释前嫌因为美国跟中国欧盟跟美国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当然跟川普总统有关系那么重新修复跨太平洋的关系，组成一个新的全球联盟，应对中国构成的战略性挑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动。欧盟委员会的这个建议草案总共有11页这个《金融时报》报道他说欧盟与美国必须重新修复伙伴合作关系，并且将这种关系持续下去，民主世界才能对付专制主义的力量，才能利用我们本身开放社会得益这个建议草案说，身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欧盟和美国的共识是，中国逐渐加强的国际扩张已经构成战略挑战。就算双方经常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怎么对付这个挑战的意见，但是欧盟跟美国就是放下分歧。那么比如说欧洲一直要求向美国的科技公司征收这个关税等等征收这个税收征收税那么这个建议呢，还呼吁欧盟跟美国联手塑造一个数字环境，以普通法来对付垄断和数据保护，联手合作审查外国的敏感投资，以及对付黑客这份建议呢，合作项目包罗万有从这个划一的电子规格到这个对付新冠病毒对抗树林被侵蚀化等等还呼吁双方合作，联手改造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等等。那么《金融时报》说这份建议反映了欧盟对美国出现新政府充满了乐观的憧憬并对跨太平洋关系这些年来的这个变化表达关注这份建议支持拜登提出来的这个召开民主高峰会的这个建议认为这份跨太平洋的合作建议会成为全球统一志向新联盟的关键这份建议草案将会在12月10号到11号的几个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来
然后而且建议欧盟跟美国在今年，就是明年的上半年召开高峰会议，启动这份跨太平洋的合作议题。我们看欧盟的态度在改变啊，欧盟在对华议题上越来越进取啊。那么造成这个欧盟态度转变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习近平之后的这个中国越来越转向这个威权啊，那么而且特别是对外的这种态势越来越强硬，这是一个中国内部的变化，在对外关系中反映出来的态度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当然是因为疫情，第一个是因为疫情，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因为香港事变。香港事变是触发欧盟态度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啊。那么在中美对抗的过程当中，其实欧盟的地位非常的关键，谁都看到了，所有人都看到了，美国看到了，中国也看到了，欧盟自己也看到了。欧盟的想法是有点复杂的啊，因为川普总统提出来的这个美国优先的政策，第一受伤的是谁？就是欧盟啊。美国一优先，那么美国开始计较他的盟友啊，他的盟友在跟他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得失啊，那么美国就不愿意。川普政府其实是美国优先的这个对外政策当中，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美国要放下一些责任，一些国际责任或者国际义务，他觉得他承担这个国际义务划不来，算账好像划不来，所以他开始放下一些国际义务。当他放下一些国际义务的时候，有一些关键点，特别是比如说像欧盟他面对的是俄罗斯啊，特别是在北约问题上，川普总统的几次发言对北约其实是打击非常的大啊。对于欧洲来说，北约的价值更重要，因为他要对付对付俄罗斯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欧盟的态度是有点复杂的啊。就是说，欧盟很清楚，中国需要争取它，美国也需要争取它。欧盟就首先他在对于美国的态度方面，他就有了其他的想法。当然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更重要的地位，或者更重要的支撑啊。那么他也希望利用这个去改变美国的一些态度啊，原来的态度。当然，欧盟后来慢慢的发现，其实他没办法单独对付中国啊，他也没办法单独应对中国，其实啊。那么，而且他开始发现，他原来期望啊，其实欧盟开始的想法是很矛盾的，他开始希望我两边都能得到一些好处，尤其是他能够在跟中国的往来得到一些好处，比如说他希望得到的中欧投资协定啊，这个其实谈了3年了，但是到现在还没谈完。那么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这种位置上的关系，他能得到一些好处，然后他又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一些尊重和新的这种肯定啊，当然主要是合作啊。他后来渐渐的随着事态的发展，以及欧洲国家内部的看法的渐渐的协调一致，欧洲发现跟中国的合作没有办法跨越一些重要的障碍，其中有一样东西就是价值观，特别是这种价值观的这种对抗，其实这当然最终反映在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这种对抗，所以他就开始觉得需要重新构建和美国的关系，这就是这个建议的背景和想法啊。那么欧洲是这么想，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当然第一，从川普政府来说，美国优先是国策
这是不会因为外部的某些国家的关系而改变，这是第一个，这是大前提美国优先，这第一个。第二个，应对中国，美国肯定是需要欧盟需要欧洲，需要欧盟，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欧盟并不是美国的第一优先考虑美国需要更灵活、更加忠诚的盟友你比如说像英国，你比如像日本就是它很灵活，欧盟就没那么灵活。欧盟它是这么多国家的集合体，它内部协调立场需要很长时间，这是第一。第二，由于这个欧盟它相对很容易分化，它形成一个很一致的看法不容易，所以对于美国来说，欧盟并不是第一优先考虑的盟友，它应该是第二梯队第二梯队。第一优先肯定是像日本、像五眼联盟这样的，是美国第一优先考虑。但是呢，这些盟友呢，体积又不够大体积不够大，所以美国需要欧盟，但欧盟并不是美国的第一优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美国就开始妥协。你看，但美国蓬佩奥跑欧洲也跑得不少所以美国需要争取欧洲，但是美国又不愿意为了欧洲放弃它美国优先的这个国策，这里面就需要一些妥协这就是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妥协是一个必须选择的策略这是第二个对于美国来说是这样。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当然他知道对于中国来说，他并没有把欧洲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为什么？两点。中国对付欧洲呢很熟练，为什么？因为欧洲是一个很多国家的集合体，中共很擅长对付这种看得过去很强大，但是其实内部的利益不一致的这种对手，他很擅长，所以他的方法就是非常简单，分化。所以在中国的这个菜单当中，欧盟的位置并不是很靠前欧盟的位置并不是很靠前，因为他已经对欧盟的一些成员国进行了一些非常彻底的渗透比如说像意大利这些国家渗透的很厉害所以他知道欧盟没办法对他采取特别强硬的立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还有对付欧洲的一个手段，就是中欧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国牵制欧洲的一个方式所以中国就有从这两个角度来说，他没有太把欧洲放在眼里把欧盟放在眼里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也很清楚，欧盟跟这个美国并不完全一条心他们是盟友。欧盟一直在追求什么？我要独立自主，我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要独立自主制定我的战略利益。但是欧盟的力量又没有那么大，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国家，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说，中国没有把欧盟放在一个非常重要对手的位置，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应对欧盟都是有点敷衍，就是我们就是唱高调，一直在唱高调，所以大体上就是这样。欧洲看待美国跟看待中国的态度是这样，欧盟看待中国的态度就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最终会对抗，现在是这个态度。好，现在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呢就开始当欧盟看到就是一个美国没有那么重视它第二个中国也没那么重视它，于是欧盟现在开始什么？欧盟对华政策开始慢慢的变得激进起来
激进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欧盟的态度，比如说这个像什么欧盟12月10号在国际人权日将会表决通过欧洲版的这个马克尼茨基的法案，来制裁侵犯人权的这个官员。当然这个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这也针对俄罗斯但这些集权国家它都针对的那么这个法案酝酿了2年多那么中间经历了3件主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俄罗斯反对派的这个叫纳瓦尔尼遭到这个放毒这是一个影响，在欧洲影响很大。然后是中国的新疆和香港的局势，这3件事情对这个马格尼茨基这个法案的在欧洲的推动影响非常的大那么在此之前，这个法案其实对欧盟来说很重要，因为制裁个人以前在此之前欧盟没有权利去制裁个人，他没有这样的政策框架。制裁个人是各个国家的权利。那么马格尼茨基的这个法案通过之后，欧盟就有一个政策措施框架去制裁个人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大体上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北约的表态很重要，因为北约作为一个军事同盟它出来表态反映什么呢？反映欧洲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一个共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欧盟提出来跟美国建立一个同盟建立一个新的同盟摒弃前嫌建立一个新的同盟来应对中国的挑战。这2件事情都反映了什么？反映了整个西方世界已经开始走向统一战线这个进程比我们想象来得快为什么？我觉得本来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需要更长的时间。从目前来看，欧盟的态度转变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快可能跟疫情是有关系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点：情况、问题、观点、情绪那么这里面我讲一下关于这个第2直播2的情况。我们原来放弃了直播2，就灵活的进行安排。我们保留直播1新闻专题。那么晚上或者下午如果有突发新闻，我们就会做一个直播，但是不是新闻专题。我们实施这个改革之后呢，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发现其实完全没有减少直播的这种效果而且会增加这个直播的效果。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恢复直播2恢复直播2有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不定时的直播没有一个明确的直播时间，没有明确的直播2的时间，反而给很多网友带来了一些不便就是很多网友不知道你有没有直播。那我是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不如恢复直播2。恢复直播2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简单，但是我们可能直播2的这个就未必那么会要做那么长我有这个想法请大家给我建议可以在聊天室，也可以在评论区。只提醒一点，请大家全部都用纽约时间来给我提建议。如果你觉得直播2需要恢复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在哪个时间呢？大家给我建议好不好？好，我们进入互动明线 Max 鱼，谢谢王老师。我觉得您是 YouTube 中文社群中
最有价值的新闻评论员，谢谢你的肯定朱义海，谢谢。Moderna 的股票今天第三次跳涨，形成非常明显的缺口，我开始 take profit， 请王先生喝杯咖啡，也谢谢你每天辛勤工作，给我们带来专业的新闻，谢谢你。Jesse 蔡，谢谢。果喷塞，谢谢。好，情况，来自19个国家的200多名议员组成的中国联盟，今天发起购买澳大利亚葡萄酒的运动。当中国威胁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威胁我们所有人。瑞典前总理卡尔表示，中国在政治争端中武器化贸易的尝试会适得其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推特宣布，澳洲葡萄酒将在本周的白宫活动中亮相。自由世界这次真的很团结，非常好。我也鼓励大家买澳洲葡萄酒我也会去买我在推特上推特上宣传了一下希望大家多来买澳洲葡萄酒。明谢00情况，印度网友在推特支持澳洲，说以前英联邦国家就应该互相帮忙。日本议员手拿清酒说，这个月要喝澳洲红酒。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自由国家民众在牵手，推特留言都特别感人，请大家多去推特支持。话题为 Freedom Wine Freedom Wine， 好，我们一些都加上那个 Freedom Wine 观点，美国依旧是自由世界当仁不让的领导者，即使美国想要独善其身，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也不可能。希望在拜登领导下能够重塑全球合作的模式，对抗中国经济为胁迫式的赢者通吃的模式。有2点，第一点，美国能不能不当世界领袖，从2个角度看不成立。首先从美国的角度不成立，为什么？如果美国放弃当世界领袖的话，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要减掉1/3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美国的生活水平是依靠他当世界领袖才有现在这样的生活水平。如果美国不当世界领袖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要减少1/3，这是第一条。从美国自己的角度，美国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二战之后，整个世界的格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美国。美国在维持这个世界的这个运行，就是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其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美国是维持这个世界秩序的关键力量。如果美国放弃这个角色，这个世界会乱成一锅粥，会回到二战之前这个丛林法则当中。丛林法则当中只有一个人得益，是谁呢？就是强权。强权才会在丛林法则中得益。所以其实整个西方和民主国家都不能够承受什么呢？都不能承受现有世界秩序的崩溃。所以从这2个角度来说，美国不可以放弃他的世界领导者的角色的这个职责。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谁最高兴？你要想一下，如果美国放弃他现有的这个角色，谁最高兴？中国最高兴那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他的对手，你会让他满意吗？如果你让他满意，意味着什么？你自己就会受损观点加提问，虽然现在觉醒有点晚，但是西方终于有一些看清中共的真面目。昨天 CNN 独家报道，中共在武汉疫情初期的隐瞒和不作为，这比我们知道的时间差不多晚了1年。我很难相信他们真的这么晚才了解情况。请问王老师， CNN 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到这个节目啊，我不知道它的用意是什么。提问：欧美几国以及世卫都开始调查新冠起源了，包括向中国要求材料数据。请问王先生认为他们能够查清真实的情况吗？我真心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查清楚，因为这件事情很复杂，一涉及到外交层面啊，当然，在这个层面做的事情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啊，在这个层面去做的事情，通常是什么？通常是烟雾啊。那么这个烟雾呢，这件事情一定要这么做啊，西方政治就是这么玩的，就是我有些事情没有实际效果，但我一定会做。在这个后面呢，我就跟进其他的手段，就像一个警察，他怀疑这个人有犯罪行为，他就跑着去问他，你做过这个事情吗？做过那事情，他肯定不会说我做过啊，但是他也要去问他，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他如果从这个层面来说，他一定是没办法做到他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会配合其他，如果其他东西都不做的话，那就叫官样文章啊。观点：虽然美国的白左，我不喜欢提白左，我不读啊，你们不要在我这里提白左，因为我不喜欢这个词，因为什么？因为这不公平啊，因为你上来就给别人贴一个标签，他是白左，那还讨论什么？你都说他是白左了，所以我不读这一段啊。提问：昨天有网友问未来世界对华方向的问题，您说其中一个关键一项是美国大选，您是否能够详细说一下，拜登和川普上任会对世界、对中国有什么区别？有共同，有区别啊。我说2点，其实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有变化的，会不断的变化，因为我们得到的信息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最初得到信息比较少，那我们看法会是在这个信息情况之下得到的看法，然后我们会不断的得到更多的信息啊。那么如果川普连任，我认为也不会延续川普原有的政策啊，原有川普的政策和跟他连任有关系。其实川普过去4年，他都在做一个工作，就是竞选，所以他的很多政策跟他的连任是有关系的。你看很多政策跟他连任有关系，但是到他进入第2个任期之后，他就不需要再这些东西了，他就只剩下一个任期。所以呢，他很多政策会发生改变。所以，如果川普连任啊，他就已经脱离了过去4年的竞选状态啊。那么他会做一些原来觉得没有价值或者是不重要的事情，他就现在会做了。那么这些事情可能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很关键、很重要啊。那么也许他会开始更多的考虑什么？更多的考虑他的盟友啊。所以你可以看，蓬佩奥其实很努力的在填补川普总统在这个地方的短板，就是都是跟盟友之间的关联。蓬佩奥过去1-2个月在这方面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啊。所以川普如果他连任啊，我相信他的很多对华政策会更有全局性啊，更有延续性。那过去一段时间，川普的对华政策，用这个博尔顿的话讲，就像一个互不关联的群岛一样，就是一个点一个点，这里一个点，那里一个点啊，就像互不关联的群岛一样，这博尔顿的描述的。但是我觉得川普在第2个任期的话，他的政策会有关联性，会更强调他的关联性和延续性。为什么？他会更看重效率。这是川普总统如果连任。如果拜登连任，我认为有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会延续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啊，这是他自己的表达，就是说川普总统
改变了现有的这个格局啊，这是拜登讲的。那也就是说，拜登会在川普总统改变的格局下行事，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认为，对于拜登来说，延续川普总统的大部分的对华政策是最优选择，不仅仅是对美国，对川普也是一样，对拜登也是一样，对拜登也是最优选择。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减少他试错的这个成本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拜登会在川普总统现行政策之上再加入他的内容，所以他不需要去把川普建立的那个框架拆掉，重新搭一个框架。我不认为拜登会这么干。为什么？拜登是个老政客啊，非常有政治经验，他不会这么干，他不需要这么干，而且他这么干划不来，所以他一定是什么？以川普总统的政策框架为前提，加上有他特色的政策。这个政策我估计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强化意识形态，强化意识形态的成分。那么川普总统更多的用的是经济手段和军事手段但是在拜登这里，我觉得他会强化用什么？用意识形态手段。第二个，强化盟友的价值。那么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总统，他们的取向不一样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拜登当选，欧盟更重要一点；川普连任，欧盟没那么重要OK， 好不好情况，法国政府开始提倡口罩自给自足策略，要求医用口罩要逐渐实现全面法国产。因为现在口罩还在靠中国，而且实力不如美国，所以对华态度并不强硬。但随着疫苗慢慢面世，再等将来口罩自己生产，就会慢慢找中共清算武汉肺炎这笔账。许多政治人物已经开始有这种呼声。情况，我来国外8年了，过去去过拉美6年，南非2年，总体感觉是整体社会非常善良和同情心，食品安全，药品有效公立医院和教育虽然效率低，但基本普惠，而且最关键只要勤劳，赚钱是非常容易的。我现在回国真的不适应问题，生活在很传统的农村家庭，真的很不想生小孩。其实很喜欢孩子，但又没有条件移民。如果从小教育孩子普世价值、独立思考，在中国感觉活不下去，处处受难。到底怎么样教育孩子才能够让他们身心健康的成长？这个我印象中，昨天不知道前天还有一个网友也提过这样的问题。我今天吧，这个周末的准备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再找个时间来说一下这个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严肃的议题也是一个蛮紧迫的问题。我来做一个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思考，好吗？情况，现在墙内大数据采集已经到了无所忌惮的地步。我今天去银行，在业务经理办完业务之后，业务经理提出要用我中国银行 APP 进行医保电子凭证认证，被我断然拒绝。回想起这几天去税务局认证，也是在门口保安处就采集我的信息和脸部识别，不配合不办事。更可恶的是，连微信、支付宝的支付密码都被采集。墙内的韭菜真的是可怜可悲。情况，11月29日，上海董家渡3号地块强拆，屋主引爆煤气自卫，当场死亡。强拆人员不同程度的烧伤，急送医院。政府封锁消息推特上面有这条消息，推特上面有观点，在国企待过几年，真的是一潭污水，无可救药。我深入思考，这个国家也是一样，都是权贵的提款和收割机，于是找准机会跑了出来。希望国内有变好的一天，我也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观点，里根总统留下的政治遗产一直影响到现在。
共和党小布什开启中东，民主党奥巴马也延续，无论哪一方当政，和中国合作的策略也延续了几十年，说明一旦世界局势转变，两党的不同根本没那么大，两党的协同会更多。为什么？很简单，国家利益嘛。其实你观察一下啊，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在一些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达成共识。有一些方式方法的策略上的不一样啊，但是总体上来说都觉得这个政策好。你比如说台湾政策就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没问题。所以其实民主共和一直处于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啊。所以我说，就算是拜登上台，他不会把川普总统的中国政策全部铲干净，然后上一套自己的东西。但当然，这跟他的政治成熟度有关系啊。提问，请问王老师，现在改革到一半的改革开放和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结局会不会重演历史？中体西用呢，中体西用跟改革开放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讲共同点，共同点两个都是一样的，共同点有2点。第一点，他们面对的困境是一样的。改革开放是日子过不下去了，那么洋务运动也是日子过不下去了，觉得这个世界丛林法则，我要是不强大，我就会被灭掉。所以洋务运动其实跟中共的改革开放的出发点是一样的，我必须活下去，生存下去，所以我必须改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么就是应用西方的技术科技先进的这种生产方式生产力借西方的力量来壮大自己，这个意图也是一样的，这两个意图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还有一个一样的东西是也是一样的，就是不能触动我的根本利益啊！你比如说清政府，你的所有的洋务运动，你各种改革不能够改变我的根本利益，天下是我的，这个不能改变，不能削弱我的权利，这是第一个。对中共来说也是一样。我独裁，权力我负责，我独享权力，你们不能够分享我的权利。这2点，这第3点，这也是共同。所以，洋务运动也好，或者是戊戌变法也好，就是清政府的一系列的这种动作，跟中共的改革开放有3点是一致的。但是这里面有一点不一样，什么一点？清政府它的家天下和中共的党天下有所不同党天下是什么？党天下就是轮流坐庄我在这个时候我就使劲捞，怎么样对我有利我就怎么干至于长远未来怎么样我不管。但是清王朝不同，清王朝我这个天下是我的，我不能够长远利益眼前利益我都得想，这两者有点不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就是一个封建王朝它还是有底线，就是它是一个一贯有延续性，它是个线性的过程，所以它必须有底线，它必须有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套理论。那么中国几千年都是这样下来，所以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清政府还是有封建王朝还是有底线的，但是中共没有底线，中共就是2条，一条用最先进的手段，所有的手段我用尽它，保证我的利益，就这2条，其他没有原则所以他们呈现出来的形态
还是有所不同的啊。情绪近日重读未央商君书译注，与20年前阅读的时的感受可谓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如今看来，商君书其中核心的观点与其对应的具体举措，堪称划时代的重塑了文明特质与意识形态，更是为数不多的中国古代学派政治主张中能够自洽的方法论。自此，中华文明终结了短暂的封建制，开启了漫长的且永无撼动之可能的帝制。千余年来，无数文明势力及其政教团体试图扭转或者改变这一状态，均告失败。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一体重塑，才可能改变这一现状。OK， 观点：中国从秦开始到现在，在集权帝制的统治下，人类文明基本停滞不前。如果说欧洲有1000年的中世纪，那么中国至今处于暗无天日的东亚中世纪。其实非常的正确啊，他的观点非常正确，就是说中国是封建是不对的，没有封建，从秦朝开始就已经不封建啊。秦朝开始就是帝制啊，就从上到下一直插到底，叫帝制啊，这是正确的啊。提问一直有个问题，东北问题有目共睹，为什么习从来不尝试去解决？难道他喜欢东北那种腐败但集权的模式？东北的问题，怎么解决？你说解决，其实东北的问题隔三差五就会跑出来，但是其实解决方案就是把现有的这种官本位拆掉，东北就好了。但是你又拆不掉，那你怎么解决？东北问题其实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东北的问题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的当中，它高度不适。高度不适的原因是什么？计划体制深入整个的社会，然后官本位深入计划体制的相对应的是什么？就官本位啊。然后你把计划体制拆掉，可是官本位还在。官本位其实是遏制了整个东北市场进程、市场经济的进程。你没有办法进行市场化，那你经济就落后。所以它这个势头一起来就没办法改变。你真正要改变东北，就是要拆掉东北的官本位。但是你能光拆东北吗？你拆东北，那其他地方怎么办呢？所以习他也没办法，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啊。观点，我以为北约的调整只是迎合拜登所谓的胜选，我绝不相信拜登与中共没有勾结，因此北约的调整也是徒劳。我不同意。你说美国一个总统候选人跟中共勾结，我不相信，拿出证据来。观点与提问，在二战时期，丘吉尔与艾德里是两个不同政治立场的政治人物，但是他们两人在1940年至暗时刻组建了跨党派的联盟，共同面对纳粹的威胁。现在美国和西方各国的政坛还会有这样抛去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立场，携手面对中共威胁的政客吗？这需要怎样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丘吉尔跟艾德里也是政客，西方的政客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有2点。第一点，政客的特点是什么？政客的特点，第一个，你要知道国家利益是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灵活的反映就是民意的诉求，就这2点。一个是国家利益，一个是民意诉求，一个政客就要把这2样东西协调好。除此之外还需要别的吗？我觉得没有太多的需要啊。明谢阮光能，谢谢John 教，谢谢 John 教，谢谢 Eagle X， 谢谢观点。
希望王老师邀请反共、反中、反华，同时又支持拜登的观众谈谈他们的看法。为什么？如果亲共、亲中、亲华的观众支持拜登，我一点也不惊讶。但如果反共、反中、反华又同时支持拜登，这背后是什么逻辑？难道拜登最近所言及最近人事安排体现的对中共的暧昧还不够明显吗？我不想引起一番争执，这个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你讲一个美国的总统候选人跟中共勾结，如果是一个竞选策略，我没有问题啊。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话，我们的意见不同。OK， 外租，谢谢啊。情况墙内新闻，东莞公务员招考，3000人抢一个岗位，现在连东莞这样的地方都东北化了，整个国家都没有希望了。做实业的趁早搬家越南吧。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明谢 JL， 谢谢。